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洞悉交易。今天我们要聚焦一件常被忽略却决定长期成败的核心：心态与流程化纪律。交易路上风浪难免，但当你开始练习觉察情绪，建立流程化纪律，就像启动了内在的指南针。从混乱到稳定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清晰的方向。许多人埋头钻研指标，以为只要够准就能赢，却忽略了心态与执行力才是真正决胜关键。事实上，技术只是机会识别的工具，真正让绩效失衡的是心态与纪律。缺乏耐心会让你为了一定要做点什么而乱进场，害怕错过会催生过度交易，过度在意输赢则让人不愿承认错误，错过果断止损。很多交易者都是在一次重大亏损后才意识到问题不在指标，而在内心。研究显示，情绪会改变大脑的奖励与控制回路，直接影响风险评估与决策行为。获利时，多巴胺上升让你过度自信，容易高估策略成功率。面对亏损时，大脑启动类似身体威胁的压力反应，削弱前额叶的理性判断与自制力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神经生理会在关键时刻欺骗你，认清这点，就不会再把情绪当偶发事件，而是当作必须制度化管理的主要因素。接下来，我想分享5个核心原则，建立稳定的交易心态。第一，交易是几率游戏，单笔输赢不代表什么，重要的是长期样本下的优势。第二，小亏是成本，不是人格失败，每一笔止损都是风险管理的正常执行，不要让它影响你的自我价值感。第三，等待优势出现再行动，不是每个时刻都适合交易，耐心等待高概率设置才是专业表现。第四，规则比直觉可靠。当情绪升温时，你的直觉会被扭曲，这时候流程化的规则才是你最好的保护。第五，日志比记忆可靠。人的记忆会美化成功，淡化错误，只有诚实的记录才能让你看见真相。当这5句化成为反射动作，稳定性便会随之而来。从心态原则到具体操作流程，建立盘前、盘中、盘后3阶段的制度化流程。盘前准备，先定义今天的市场情境，是震荡、趋势还是区间整理。接着设定全天风险上限，写下不做清单，例如不追高、不摸顶，然后挑选1到3个高概率设置，其他一律放过。盘中执行，只在符合预设条件时进场，严格遵守加减仓与停损规则。当你感觉情绪升温，心跳加速，想立刻动作，立刻启动冷静流程，离席2分钟，深呼吸，重新检视清单。盘后复盘，检视今天的执行情况，记录所有偏离计划的时刻与原因，提出量化改进方向，同时输入4个核心栏位：你的假设与触发条件、规则遵守度、当时的情绪状态，以及结果与复盘心得。情绪不能只靠冷静就好，设定情绪临界点，记录触发次数，把它纳入每周回顾。当情绪达到临界点，立刻缩小部位或暂停交易。那你的日志里面要记什么呢？4个必要栏目：第一，你的假设与触发条件；第二，规则遵守度；第三，当时的情绪状态；第四，结果与复盘心得。除了日志，你还要追踪几个关键指标：胜率、盈亏比、平均 R 倍数、最大回撤、规则遵守度百分比，还有情绪、触发次数。这些指标看的是长期样本，不是单笔盈亏。你要关注的是整体表现的稳定性，而不是某一笔交易的输赢。那当市场出现高波动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原则很简单，先降温再决策。你要做的是缩小部位，调整止损距离，启动30到90秒的冷静期，然后回到你盘前写好的清单，重新检视。那现在我们来谈谈3个你立刻可以做的实际步骤。第一，把你的策略、止损、出场跟资金规则全部写成检查清单，不要只记在脑子里，把它明确的写下来，每次交易前都检查一遍。第二，建立一个计时的重置机制，当你发现自己情绪开始波动的时候，
立刻执行这个流程。离开荧幕前2分钟，做合适呼吸，然后回到你的核心清单重新检视。第三，启用结构化的交易日志，并且每周固定回顾。重点不是只记录盈亏，而是要专注追踪你的规则遵守度。你有没有按照自己定下的规则在执行？这3个步骤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如果你能真正落实，就能开始建立稳定的交易节奏。现在让我们把刚才谈的内容整理成3大架构。第一个，策略参考标准，每次交易前后都用同一把尺去对照。这把尺告诉我们什么是合规的入场、出场与风控，重点是不靠临场情绪判断，而是回到事先写好的标准。第二个，盘前加盘后检查清单，把策略与规则拆成可勾选的步骤，盘前勾一遍，确定条件到位，盘后再勾一遍，确认是否按规则执行，记录偏离原因与心理状态，这样能提升可执行性与可量化性，真正追踪遵守度，而不是只看盈亏。第三个，盘中流程加情绪 SOP， 再到每周总结，记得在每次交易前后都要为自己的情绪状态打分1到10分，并记录在交易日志中。当你发现情绪波动，立刻启动重置，离开荧幕2分钟，做合适呼吸，回来再对照核心清单。每周5用面板做回顾，找出本周最关键的一个错误，定下唯一的反错行动，持续修正，建立稳定节奏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做影片的动力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